沈小姐，这间门店您确定要售卖吗？确定。5个月前，我把楼下店面租给一对夫妻做茶叶生意。由于租客生意不好，为照顾他们，我房租减半，还让公司和他们合作。这是合同。却没想到我的一番好意，换来的是一场灾难。刘姨，恭喜你们和沈氏集团合作，我把东西放桌上，公司还有事儿，就先走了。特意来一趟，喝杯茶再走吧。谢谢刘姨。等等，沈兰，你喝了我的茶，不付钱就想走？刘姨，这茶不是你让我喝的吗？他让你喝你就喝呀，你好歹是个开公司的，连杯茶钱都要赖，传出去不怕人笑话？好，多少钱？不多，打完折也就888，888，这不过是普通绿茶，顶多150一斤，你要我888一杯？那又怎样？反正你喝茶就得给钱。这钱我不会给。哎呦，大家快来评评理呀！这个天杀的黑心肝，连一杯茶钱都不付，就知道占我们平头百姓的便宜。就是，我们夫妻一年到头卖茶叶的钱都交了房租，你现在连这点便宜都要占，还让不让我们活了？现在的年轻人怎么这么不懂事儿，连杯茶水钱都要占便宜？就是，这姑娘看着白白净净的，心这么黑。我告诉你，今天你不给钱，就别想走。那不如你们帮我结一下茶钱，刚才那一杯888。888？大姐，你这茶叶是金子做的，这不是把人当冤大头吗？你们知道什么？我们家茶叶马上就要和沈氏集团合作，到时候价值千金。沈总，按照您的要求，我们已经和杨勇谈好合作意向，这是合同。可是沈总，杨勇家的茶叶都是陈年老茶，品质不好，您跟他们合作，不是上赶着赔钱吗？他们家庭条件不好，生意也不景气，都是邻居，能帮就帮一把。当初看他们家不容易，才让公司去谈合作，现在合同还没签就这么嚣张，这样的人不值得同情。是不是价值千金你说了不算，警察说了才算？你什么意思啊？敲诈勒索他人，至少是拘留。既然你要收我888，那让警察来评评理。你好，我要报警，有人对我进行敲诈勒索的。刘姨，你想清楚了，这888你到底还要不要？误会，都是误会。沈兰，你刘姨跟你开玩笑呢，茶钱不要了，不要了。好，记住你说的话。我呸！有钱人就是抠搜，连杯茶钱都要计较。以后我们家的茶叶烂掉也不会卖给你。小张，带着杨家的租房合同来一趟。既然你们不把我的善意当回事，那我也没必要继续做这个冤大头。有些账该算就得算。沈总，你还要降低杨家的房租吗？这房租已经是最低价了，不能再降了。不，这次我要给杨家涨租，完全按照市场租金来。沈总，您不是一直都给杨家优惠吗？善意只能给懂得感恩的人，白眼狼不配。5000？什么5000？沈兰那个死丫头竟然敢把房租涨到5000！她敢涨房租，我就让她身败名裂！沈兰，你凭什么把租金涨到5000？别装死，赶紧滚出来！小兰，你快看业主群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沈兰，你给我滚出来！刘姨，合同第10条，涨租提前30天通知，合法合规。觉得贵，你可以搬。死丫头，你给我等着！出来，沈兰，你给我滚出来！你别躲在里面不出声，我知道你在家。爸，你跟他废什么话？撞门进去，看他还怎么躲。对，撞门。要不我去跟他们说？不用，爸妈，你们回房间，我能解决。老杨，你咋样啊？可别吓我！我的腰，我的老腰断了。沈兰，你就是故意开门让他摔的。我们家老杨一身的病，你安着什么崽心？喂，执法人员同志，有人上门寻衅滋事，小贱人还敢报警！把手机给我交出来！我妈让你交手机，你听不见啊？信不信我给你那破手机砸得稀碎？大家快来看啊！黑心房
负人了，恶意涨房租不说，还把人打伤了。半年前是我替杨伟还了3万赌债，是我主动给他们房租减半，现在他们反过来讹我，你们说这理怎么评？没错，是3万块，这小损对租客真够意思的。你们3个还记得你们刚搬来的时候跪在地上求我帮忙的样子吗？欠的3万块再不还，我卸你儿子一条胳膊！我儿子，别打我们还！都让开，干什么呢？沈小姐帮帮我们吧，小伟欠了3万块，他们又砍了小伟的手。他们欠的钱我替他们还。行吧，沈小姐，您就是我们家的救命恩人。这3万块钱我们一定还。没事，房租我给你们减半，还钱的事先不用急，你们先把生意做起来再说。我掏心掏肺帮了他们半年，到头来就养了这么一群白眼狼。这一家原来是白眼狼啊，真不是东西。我们家命怎么这么苦啊？做点小生意，一年到头赚不到几个钱，全交了房租。你们这些有钱人最看重脸面，我今天就把事儿闹大，不光要你把房租降得比以前还少，还得讹你一大笔钱。谁报的案？警察同志，他喝了我们的茶不给钱，转头就恶意涨房租，还把我家男人摔出一身病，这是要逼死我们一家人啊！是我报的警，我从他们拍门闹事开始全程录像，他们在业主群辱骂我的语音我也全都保存了，涨租提前30天通知，完全符合合同规定。小贱人，你胡说！证据很完善，你们现在涉及诽谤他人和寻衅滋事，和我们走一趟吧。警察同志，你不能这样啊！沈兰，你给我等着，我们一家绝对不会放过你。这只是开始，你们欠我的，我会连本带利拿回来。刘素芬等人因为寻衅滋事被关了2周，我也难得过上了一段清静日子。我趁这段时间给家门口装上监控，刘素芬出来后不止1次来过我家门口，但都没有什么动作。直到昨天，她拿了1桶油漆。你拽我干什么？就这么放过这个小贱人？我今天非得给他个教训！咱们家茶叶马上就要和沈氏集团签合作了，你这时候再被抓到把柄，坏了咱们的好事怎么办？是啊，妈，等合作成了，我还等着这笔钱娶媳妇呢，可不能让这娘们给搅黄了。话是这么说，可我这口气咽不下去。你忘了，咱们就住他家楼上，他妈那身子骨弱的风一吹就倒，咱们有的是法子给他个教训。我们家身价上亿，之所以守着这个老房子住，一来是我爸妈念旧，住了一辈子舍不得搬；二来是我妈有严重的心脏病，就图这里环境安静，没人打扰。小贱人，你等着，这事儿没完！刘哥吗？带几个兄弟过来，对付无赖就得打到他们疼才行。没事没事，各位亲戚都别客气，吃好喝好，这房子随便造，不用心疼。过2天我们家就和沈氏集团签大合同了，到时候直接换大别墅。杨哥现在可真是出息了，都抱上沈氏集团的大腿了，以后就是大老板了啊！就是，以后发达了可别忘了我们这些亲戚啊。放心，等哥钱到手，挨个带你们吃香的喝辣的。妈，你没事吧？妈没事儿。你来干什么？你们把声音关小一点。我妈有严重的心脏病，被你们这噪音吵得胸口疼，已经快受不了了。我交了房租，这房子现在就是我的，我愿意怎么吵就怎么吵，你管得着吗？钱少你搬出去啊，有钱住大别墅去，别在这老破小里跟我们挤。你看清楚，合同里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，不得制造噪音扰民，不得恶意损坏房屋设施，房东有权单方面解除租房合同。我可不管什么狗屁合同，老娘交了房租，这房子就是我的地盘，我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，天王老子来了都管不着。行，那我就陪你们玩玩。你想干什么？还想动手不成？都拍好照片定死，然后把他们通通赶出去。贱人，你找死！沈兰，你想干什么？这是我家，你这是私闯民宅，我要报警！你有报警的权利，但有什么话去和我的律师说。
沈兰，你非要把事儿做得这么绝是吧？是你们欺人太甚。沈兰女士，你举报的楼下茶叶店消防不合格、存在卫生隐患等问题，我们已经查清，情况属实，已经对其进行查封处理。不行，你们凭什么查封我家店？我们一家老小都靠这个店活着呢，你们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如果对我们的执法行为有异议，可以在7个工作日内提起申诉。嘿，以后长点眼睛，别招惹不该招惹的人。沈兰，我不会放过你的！和沈氏合作的茶叶都在仓库里，要是也被查封了，咱们就完了。那还等什么？快去看看啊！还管这些东西干什么？去仓库，仓库没事就行。你们干嘛？这是要和沈氏合作的茶叶，耽误了合作，你们赔得起吗？陈经理，不是说好仓库先借给我们用来放茶叶吗？仓库借你们用是看在沈兰小姐的面子上，现在你和她闹掰了，我凭什么免费借给你们？又是沈兰这个小贱人！陈经理，您不能这样啊！这是我们一家的命根子，我们出钱租。租可以，先把你们之前拖欠的8万仓管费付清，交钱吧。种茶叶的钱都是从银行贷的，我们哪还有钱啊？没钱就滚！续命签已到账10万元。你干什么？这可是高利借债啊！那又如何？等明天和沈氏的合同一签，咱们照样飞黄腾达。错，咱们明天就是有钱人了，到时候再和沈兰这贱蹄子好好算账。妈，今天开始咱就是有钱人了，到时候咱把钱狠狠地甩在沈兰那个贱人脸上。没错，仗着自己有点钱，就成天帮这帮那，装什么大尾巴狼？呸！你怎么在这儿？沈兰，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这是我自己的公司，我为什么不能在这儿？你说什么？你的公司？这不可能！呸！差点被你个贱人唬住，你就是在沈氏集团收快递的前台小妹。哼，我说呢，平日里人模狗样的，天天在我们面前装大尾巴狼，闹了半天就是个臭前台，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德行？你个黄毛丫头，还大言不惭说沈氏集团是你的？你知道一会儿和我们对接的人是谁吗？那可是沈氏集团业务部的总经理周浩，等他来我就让他开除你。开除我？整个沈氏就没有人有资格开除我。哈哈哈！还在这装呢？你以为你是谁？沈氏集团的董事长吗？巧了，公司董事会不久前决定让我到总部出任新的执行董事。我作为沈氏集团未来的合作商，有权教育你这个没大没小的员工。跟我们对接合作的周经理马上就到了，我看你到时候还怎么装！你敢在沈氏集团的地盘打我？我们家可是沈氏集团的重点合作单位，打你一个臭前台有什么好说的？啊！沈兰，你敢打我！等周经理过来，我一句话就能让你从沈氏集团滚出去。林总特意吩咐，给了杨家茶叶行业的最高价收购，让我全权负责杨家合同的签订，说是董事长沈总特意交代的。他们跟沈总的关系肯定不一般，我得和他们搞好关系，说不定还能在董事长面前露露脸。周经理，你们家那个前台小妹太不懂事了，竟然敢打我，你必须给我开除她！谁敢在沈氏集团打人，我今天一定给他一个教训。周经理，你得给我做主啊！你是谁？我怎么没见过你？我是沈氏集团海外业务的负责人，最近才调到总部担任执行董事，任命书一会儿就送到。海外业务，我倒是前几天听林总提过一嘴，说总部最近要空降一位新董事长，难道他就是个住在咱们老小区的穷酸房东，怎么可能是董事长？我们可是沈总亲自关照的，你把我们的合同办得漂漂亮亮的，那就是在新董事面前露了大脸。等合同签完，钱一到账，我立马给你包个大红包，保证让你满意。你一个小小的前台员工，竟敢冒充集团董事长，我看你是活腻了，不想在这干了是吧？小贱人，刚才不是挺能装的吗？现在怎么不说话了？赶紧滚蛋，别在这碍我们的眼！再敢胡说八道，我让周经理叫保安把你拖去保安室，好好揍你一顿。周经理，你确定要为了他们3个赌上自己在沈氏集团的全部前途？我还用不着你一个小小的前台来教我做事，识相的就赶紧自己滚！赶紧给我妈道歉，不然我今天让你横着走出这个大门。没想到总部居然有周浩这种是非不分的经理。周经理，咱们先办正事儿，先把合同签了再说，别让他耽误了咱们的大事儿。行，
不行，这个合同不能签。你个死丫头片子，给你脸了是吧？我们签合同关你屁事儿，轮得到你在这指手画脚？周经理，你看他又来捣乱了，赶紧叫保安把他拖出去，别让他耽误咱们签合同。你要是敢签这个合同，就是故意损害集团利益，到时候造成的所有损失都得由你一个人承担。你敢威胁我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一个小小前台也敢教我做事儿？保安，把这个冒充董事长故意捣乱的疯女人给我拖出去！我就说你是个装腔作势的臭前台，现在保安来了，我看你还怎么装。周浩，你收受贿赂，勾结外人，损害沈氏集团的利益，我的董事任命书马上就到，到时候你就等着被公司清算吧。装上瘾了是吧？还清算我？真当自己是个人物了？还在这董事长呢，一会儿被沈氏清算的不知道是谁呢。绝对不能签！你敢在沈氏集团的地盘打我们的重要合作伙伴！保安，把他给我抓住，拖出去扔到大街上！我是沈氏集团新任执行董事，谁敢动我？你们愣着干什么？赶紧动手！谁要是不动手，我今天就把你们全部开除，一个都不留！住手！你谁呀？哪儿冒出来的小丫头片子，也敢管老子的事儿？我是沈兰董事长的贴身秘书，你们在干什么？竟敢对董事长动手！你说是就是啊，我还说我是董事长的爹呢。这是总部下发的正式任命书，你自己看。你敢撕总部的任命书？你疯了吗？我不认！什么狗屁任命书，肯定是你们这两个骗子伪造的，准备的还挺丰奋，连假公章都刻好了是吧？周经理英明，一眼就看穿这俩骗子的把戏，我就说这丫头不可能是董事长，果然是假的。呸！两个骗子还敢装董事长和秘书，我看你们是活腻了。小张，周浩的直系上司是谁？是业务部的林总林建军。董事长，您怎么打电话过来了？出什么事儿了？我现在在集团1楼大厅，被你的下属周浩拦住了，他叫了保安要把我赶出去。周浩这个找死的东西！董事长，您别动，我马上下来，我现在就过去。装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，还叫林总来吓唬我。今天就算是天王老子来了，也救不了你这个骗子。幸亏我早有准备，特意复印了2份合同。周经理，等签完合同，我们立马带你去潇洒，所有消费全让老杨买单。那杨哥破费了，咱们马上签合同。沈氏集团员工守则第3条第7款规定，严禁接受合作方任何形式的宴请和贿赂，违者直接开除，永不录用。哼，还真把自己当董事长了。我告诉你，我不仅要去潇洒，还要从这个合同里拿10个点的回扣。周经理，别跟他废话了，赶紧签字，签完咱们立马就走，别让这个疯丫头扫了兴。保安，把他给我按住，别让他再捣乱。放开我！别白费力气了，老老实实看着我签合同吧。周浩，我最后再警告你一次，现在停手，我可以从轻处理。从轻处理，我用得着你？等我签了这个合同，林总都得高看我一眼。住手！林总，您怎么亲自下来了？我刚抓了个冒充董事长的疯女人，正准备把她扔出去呢。林总好，我是专供顶级茶叶的杨勇。林总，你打我干什么？我哪儿做错了？沈董，您受惊了，是我管教下属无方，让您受这么大的委屈。林总，您是不是疯了？他就是一个破小区的穷酸房东，是个彻头彻尾的骗子啊！骗子！这是集团总部昨天刚下发任命的新任执行董手沈兰沈董，你眼瞎了是不是？连董事长都认不出来？什么？他居然真的是沈总！周经理，
收受贿赂、勾结外人损害公司利益，辱骂殴打董事长和秘书，你还有什么话说？沈总，我错了，求您饶了我这一次吧，我不能丢了这份工作呀！小张，报警，把他收受贿赂、损害公司利益的所有证据整理好，交给警方。同时，按照公司规章制度，立刻解除劳动合同，追究其全部法律责任。把他拖出去，别在这儿碍眼。现在该你们了。你居然真的是董事长！这合同我不可能签。这批茶叶我们家贷了80万，合同没了，我们家就完了。沈总，你那么有钱，就把我们的茶叶收了吧，我们不该得罪您。我之前是怎么帮你们的，你们是怎么报答我？还想让我当冤大头继续出钱养你们？沈兰，你不就是仗着自己有个好爹吗？亲爹还是干爹还不一定，谁知道你们俩是什么关系？在我沈氏的地盘上嘴巴这么臭，找死！沈兰，我和你没完！你等着，我要让你身败名裂！拖走，别脏了我们沈氏的地盘。沈兰，不和我签合同，我就撞死在沈氏门口！别喊了，丢死人了！这下全完了。沈兰的小娘们竟然是沈氏的董事长，银行贷了80万种茶叶，续命签又借了10万交仓库费，现在合作吹了，咱们一家全得跳河。好什么好？他不就是仗着有个好爹投胎投的好吗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杨勇，茶叶现在的仓管费你们还交不交了？不交，我马上就把那堆烂茶清出去。别清，我们家还指望着这批茶叶翻身啊！我马上凑钱。都怪你，我早就说别把事儿做太绝。现在好了，钱没拿到，还把人得罪死了。你还好意思说我？当初是谁出的主意半夜炒他妈？现在出事了，全怪我是吧？别打了，别打了，再打钱也回不来啊！都怪你这个没用的巨婴，生你还不如生块叉烧。你还好意思说孩子？要不是你一杯茶要888，能闹到今天这地步？黄律师，上来一趟。黄律师，之前交代你收集杨家寻衅滋事、恶意损坏房屋，还有之前敲诈勒索的证据，准备好了吗？沈总，你之前给我的资料很充分，证据链很完善。好，斩草除根，别给他们留任何翻身的机会。当初你们非要当白眼狼恩将仇报，把别人的善意踩在脚下践踏，这就是后果。你就是杨勇，之前借的续命签该还了。续命签不是刚借的吗？怎么这么快就要还？合同上写着，签订合同的第2天起，每天要还本金的1/10。1天1万，今天必须还，不然要你们好看！饶了我，别抓我！你们带我爸妈走，他俩干农活身体好，比我值钱多了。放开我儿子，他还有个姐姐叫杨倩，在学校掉了个金龟婿，他能还钱。我不信，要么现在拿钱，要么我带走你儿子。哎，快点，赶紧走，快点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我们有违约金，能拿200万。合同上写的明明白白，甲方无理由解除合同，要赔我们200万违约金。我们现在就去要钱，拿到钱立马还你。行，再给你们最后2天时间，后天下午6点拿不到钱，你们就死定了。哼哼。沈兰，
是你非要赶尽杀绝，就别怪我们了。沈兰，你给我滚出来！赔钱！今天必须赔我们200万违约金，少1分都不行。沈兰，今天不赔钱，我们就赖在这儿不走了。对，不赔钱我们就睡你公司大厅，谁进来我们把谁赶出去，让你没法做生意。你们来干什么？给你们的教训还不够吗？干什么？来履行合同呗。我已经说得很清楚，合同已经解除，你们休想从沈氏这里拿到1分钱。谁跟你说我是来卖茶叶的？我是来要赔偿金的。你自己看，合同第32条写的明明白白，甲乙双方任何一方单方面解除合同，都要赔偿对方200万违约金。你就是因为私人恩怨报复我们，故意解除合同，今天必须赔我们200万，不然我告到你身败名裂。行，确实有违约金这回事，算你识相，跟我斗你还嫩了点儿。快点把钱打到我们卡上，早这么老实不就完了吗？早这样不就完了，非要闹得这么难看。该赔违约金没错，但该赔的是你们。亏你还是个董事长呢，你单方面解除合同，还要我们赔钱，疯了吧你？不愧是靠爹上位的草包，连合同都看不懂。合同第7条明确规定，乙方交货期限为昨日24点前。另外第15条，乙方交付的货物必须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，且数量误差不得超过3/1000。那又怎么样？反正就是你不肯收我们的茶叶，是你先违约的，该赔钱的就是你。我之前派人去你们的仓库，卫生条件严重不达标，而且实际库存比合同约定的数量少了312斤。按照合同第15条，乙方交付货物不合格或数量不足，视为乙方单方面违约，需赔偿甲方200万违约金。不算数，这合同不算数！你欺负我们没文化不懂法，签合同的时候你根本没跟我们说这些。我知道了，你一开始就是故意设套坑我们，还说是帮助我们，你就是个吸老百姓血的蛀虫。沈氏没有给你们提供法律援助的义务，签合同之前没看清楚条款，是你们自己的责任。沈兰，你非要把事情做得这么绝吗？你个大老板在乎这200万吗？我的钱就是扔水沟里也不会给你们这些白眼狼1分。你是大公司的老板，有钱有势，反正我烂命一条，就不怕我跟你同归于尽吗？有什么阴招尽管来，我沈兰接着。走，我们先回去，这事儿绝对没完。沈兰，你个挨千刀的小贱人，我早晚扒了你的皮！钱呢？钱呢？拿到了吗？拿个屁！不仅没拿到钱，还反过来要我们赔他200万。什么？你们两个也太没用了吧！连个女人都搞不定，没钱我以后怎么娶媳妇儿？乖儿子别生气，都怪沈兰那个贱人。她要是老老实实收了咱们的茶叶，咱们现在早就住大别墅开豪车了，哪用受这个罪？就是，沈氏那么多钱，抠搜的跟铁公鸡似的，连200万都不肯出，给我们一点怎么了？要不给小倩打个电话，让她压线拿点，她男朋友不是挺有钱的吗？行，我给小倩打个电话。好。小倩说过段时间会回来，咱们先熬过这段时间。哎，我有个好主意，沈氏这种大公司最在乎名声了，咱们开个直播，在网上造他的谣。反正现在很多人都没脑子，别人说什么他们就信什么。到时候舆论一压，几千万的股价和咱们的200万，他肯定分得清轻重。好主意，还是我儿子聪明，就这么干。大家快来看啊！快来看啊！沈氏集团的老板沈兰勾引我老公，被拒绝后就恼羞成怒，要我们赔200万啊！沈氏这么大的公司，怎么这么欺负人啊？太过分了！人家辛辛苦苦种点茶叶容易吗？说不收就不收，这不是断人活路吗？大家快来看啊！沈氏集团的黑心老板沈兰骗我们签了合同，用阴阳条款要我们赔违约金啊！我
我们一家老小就靠这点茶叶活命啊！他这是要逼死我们啊！我今天就让大家都看看他的真面目。家人们看到了吗？这就是沈氏集团的所作所为，觉得我们可怜的，点点关注，帮我们讨回公道。太过分了，狄志出来道歉。你们看，这都是沈兰的保安打的。昨天他们把我们拖出去，往死里打我们啊！对，他们还威胁我们，再敢来要钱就打断我们的腿。沈总，不好了，杨家的事儿在网上已经爆了，热搜冲上前10了。公司股价跌了5个点，还有7个合作商打电话来质问，说要是不解决就终止合作。我还以为他们有什么本事呢，也就是操纵舆论这招。好的，沈总，我现在就去办。涨了，又涨了1万粉！妈，太牛了！现在直播间有20万人在线，咱们发财了！家人们，我们的茶叶被沈氏打压的卖不出去，求大家帮帮忙买点吧！今天给家人们福利价只要399。我的乖乖，这才几分钟就卖了几百单，比开茶叶店赚多了。那是，还是我聪明，早知道开直播这么赚钱，还种什么破茶叶呀？大家快看啊！这个勾引我老公的黑心小三终于敢露面了！你这是在侵犯我的肖像权，立刻把手机拿开！你干出这种不要脸的事儿，还怕别人拍？我勾引谁了？勾引我老公杨勇！要不是你看上他了，能好心给我们减房租，能白给我们几百万的合同。当初骗我们租住你的房子，没想到你竟一直对我心怀不轨。我拒绝你之后，你就故意报复我们一家。家人们都听到了吧？这就是真相。沈兰就是个插足别人家庭的小三儿，觉得我们家老杨有魅力，求爱不成便毁人全家，太恶心了！心疼杨叔杨姨，必须让他付出代价。我好心帮你们，反倒被你们说成勾引你，没镜子也有尿吧？我瞎了眼才会看上你。沈总，你安排我的事情都办妥了。好，很充分，慢慢和他们算账。沈氏黑心企业赶紧倒闭，就是个破坏别人家庭的狐狸精，必须让人磕头道歉。家人们别停，继续骂这个黑心小三儿，让他知道欺负老百姓的下场。沈氏集团欺压良善，天理难容。说我因为恼羞成怒，故意打压杨家。好，那我就给你们看看真相。我看你们生意快黄了，倒贴几十万给你们送合同，结果你们现在来说我是为了勾引杨勇才帮你们。你少在这转移话题！你跟我们非亲非故，凭什么好心帮我们？还不是看上我老公了？不然谁会这么傻？没错，我当年是10里8乡有名的俊后生，他就是贪图我的美色，被我拒绝了，才恼羞成怒。好，你说我勾引你，我对你们好是因为我心善，谁主张谁举证。你们有我勾引杨勇的证据吗？既然你没有证据，那看我的。这是我家门口的监控视频，你们上门撞门、辱骂、威胁我的画面，我这里存了30个 G。这是你们损坏我出租屋的定损报告，墙面砸坏、沙发划破、吊灯摔碎，共计3万2千块。这是仓库茶叶的质检报告，霉菌超标12倍，重金属超标3倍，喝了轻则拉肚子，重则进医院。这茶叶喝了会死人吧？我刚下单3斤，赶紧退款！什么救命茶，明明是毒茶！这一家纯白眼狼啊！沈总帮了他们这么多，他们反过来咬一口，必须让他们赔钱坐牢。不许退，谁都不许退！茶叶卖出去了就概不退款，你们敢退款，我就顺着地址找去你们家闹！所有证据我会在10分钟内全部发布在沈氏集团官网上。现在是我们沈氏的办公时间，闲杂人等出去。沈兰，你该死！你给我等着！快钱！完了，合同没签，直播下的单还都被退款了，现在哪还有钱啊？你还说我嫁给你真是倒了8辈子血霉！还敢堵门？
今天再拿不出钱，就把你儿子拉去工地抵债。别！再宽限2天，我们真的在凑钱了。放开我爸妈！哼！你谁呀？少多管闲事儿。这是20万，连本带利，够了吧？算你们走运。小倩，好女儿，你可算回来了。都怪那个沈兰，她要我们赔200万违约金啊！他就是看我们好欺负，故意往死里整我们，我们一家都快被他逼死了。沈兰是吧？我当是谁呢？小倩，你认识他？何止认识，当年在大学，他就是我的手下败将。放心，这事交给我，我肯定能拿捏的。兰兰，好久不见。怎么是你？杨倩，当年就是他诬陷我，我才被逼出国留学。有事吗？杨勇是我父亲，他欠你200万违约金的事，能不能看在老同学的面子上算了？原来你和杨勇是一家人，真是一脉相承。兰兰，咱们以前可是闺蜜啊，我父母也是你父母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违约金就免了吧。你多大的脸啊！一句话就想抹掉200万？你忘了大学的时候你是怎么对我的吗？又吃白水煮菜呢，家里穷成这样还来上大学，不如早点进厂拧螺丝算了。是我的，吃饱了才有力气堵他们的嘴。你看沈兰天天给杨倩买饭买衣服，就是想找个小跟班伺候自己。有钱人都这德行，把穷人当宠物耍，还装什么大善人？凭什么你这么有钱？有钱就能这么羞辱我吗？我掏心掏肺对你，勾引我的男朋友就是你的报答。感情的事不能勉强，周阳爱的是我，不是你。他推我，他嫉妒我和周阳在一起，想害死我。兰兰，是我对不起你，但我当时太害怕了，所以你诬陷我，让我背处分，导致我不得不出国留学。你知道我一个穷苦人家的孩子能上大学不容易，你这副装可怜的样子我不会再信了。违约金的事别想，我不可能免了这200万的违约金。沈兰，我父母是蠢，他们输给你不代表我也会。我现在不仅是电视台主持人，还在自媒体平台上拥有100万粉丝。要是我发个视频，让大家知道你沈氏的新任董事是个伤害同学而出国的人，沈氏的声誉会大跌吧？你是在威胁我？当年的事情真相如何，你自己心里清楚。就算当年是我故意摔下楼诬陷你又如何？看大家信你还是信我？到时候沈氏受到的损失可不止200万那么简单了。你可以试试，在沈氏受到损失前，一定是杨家先被清算。沈兰，你给我等着！杨倩，你欠我的，我会全部讨回来。姐，事儿办成没？违约金免了吗？对，快说说，沈兰那娘们儿是不是被你拿捏了？没谈成，那女人油盐不进。那怎么办？还有什么对付沈兰那娘们的办法吗？办法我早想好了，去给她道歉。道歉有用，我们早去了。沈兰那娘们心硬得很，根本不吃这套。我的道歉和你们不一样，是能逼死她的道歉。走吧，去沈氏集团。我替我父母给沈氏集团道歉，他们之前胡说八道诬陷沈总，给大家造成困扰了。倩姐好勇敢，勇于承担责任。没错，杨倩这么大的博主来给沈氏道歉，沈氏应原谅她。这里是沈氏办公地点，你们立刻离开。兰兰，我们大学可是最好的闺蜜，我今天是来替我父母道歉的，你一定会原谅他们的，对吧？我和你没关系，从大学你诬陷我那一刻起，我们就再也没有关系。
你还在生我的气吗？当年明明是你推我摔下楼梯，让我住院好久，你现在还要因为这件事迁怒我父母吗？爸妈，都是女儿没用，是我连累你们跟着我一起被人羞辱，一起受委屈。傻闺女，咱们是一家人，有福同享，有难同当，这点苦不算什么。没错，咱们一家人绝对不向坏势力低头，谁也别想欺负咱们。这家人情深演的还挺像样。我不会认输，更不会屈服于这种不公。今天就算拼了这条命，我也要给家人讨回公道。倩姐好样的，一家人太团结了，支持维权。别在这儿演苦情戏了，戏码都看腻了，不屈服留着以后说。现在先把200万违约金一分不少赔了。现在全网舆论都在我这边，你真要把我逼急了，咱们就同归于尽。你也配合我同归于尽？今天沈氏不会有半点损失，而你杨倩一定会失去一切，被所有人唾弃。我愿意主动凑钱，先赔偿一部分表示诚意，但沈兰必须当众给我父母道歉，请大家帮助我们，还我们一家人公道。道歉！沈兰和沈氏集团必须向杨家道歉。没错，不道歉就全网抵制沈氏集团。大学时我处处帮你，你却因为嫉妒我，故意摔下楼梯，诬陷是我推的。我被逼无奈出国留学，背了这么多年黑锅，今天我就要当众洗清我的冤屈，证明我的清白。都过去这么多年了，谁会信你的一面之词？当年受处分的是你。就算当年是我故意摔下楼诬陷你，那又如何？看大家信你还是信我？到时候沈氏受到的损失可不止200万那么简单了。把手机给我！你在咖啡馆竟然偷偷录音，太阴险了！不录音保护自己，今天我就会被你泼脏水，跳进黄河都洗不清。怎么回事？录音是真的，杨倩一直在装。原来从头到尾都是演的，太恶心了。这都是假的，是 AI 合成的，我根本没说过这些话。沈兰她陷害我，她故意伪造证据害我。是不是 AI 合成？我欢迎全网机构来查验，查验结果我会全程公开。沈兰，我求你了啊！我就是普通人家的孩子，走到今天这一步太不容易了。你就像以前一样帮帮我，放过我这一次好不好？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我以前帮过你，给你饭吃，给你衣穿，处处护着你。可我换来却是你诬陷我，想把我逼得万劫不复。从前我心软，现在我不会再原谅你。把这几个人全部拖出去，禁止再踏入沈氏半步。沈兰，你不能这样！我错了，你给我一次机会，放开我女儿！你们凭什么抓人？沈兰，你不得好死！兰兰，回家一趟，妈有些事儿跟你说。妈，怎么了？你爸的朋友是管城市规划的，他说咱家的老房子要拆迁了。拆迁？这么突然？还有几个月的时间。你爸说拆迁的事情交给你全权负责。要给明月小区拆迁做个专访。好的，台长，我知道了。明月小区，这不是爸妈之前住的那个小区吗？200万违约金，我们砸锅卖铁也赔不起呀！别急，我还有办法。台里刚给我打电话要我做个专访。沈兰那个老小区最近要拆迁了。拆迁？真的假的？能得多少钱啊？你们之前住的那套房子最少500万，只要我们把他那套房子弄到手，别说200万违约金，剩下的钱还能买大别墅、开豪车了。对呀，那房子我们住了这么久，本来就该是我们的。那咱们赶紧想办法，一定要把房子弄过来。我已经有办法了。沈小姐，您家房子地段、户型、采光全是一流，但我确实是不敢往外租了。不敢租是什么意思？我带了6批客户来看房，每次都有些怪事发生。有次是楼道里出现脚印，有次是马桶里冒出红色液体，还有一次是在楼梯里看到诡异的白影。好的，我知道了，这套房子先不租了。之前把杨勇一家赶走后，怕他们回来闹事，专门安装了几个监控，说不定会有什么线索。还以为你们消停，没想到还是这么膈应人。沈兰，你那破房子砸手里卖不出去，我们全小区都传遍了。兰兰，
我们也是看你一个小姑娘不容易，特意过来帮你的。你这房子现在名声臭成这样，我们愿意出80万买下来，你就偷着乐吧。80万？我这房子南北通透，还是重点学区房，市场价200多万，你80万就想买？再说，我就算把房子拆了卖砖头，也绝不会卖给你们这群白眼狼。给脸不要脸是吧？这破房子现在就我们愿意接手。今天你80万不卖，明天就只值40万了。就是，除了我们，谁要你这破房子？兰兰，你别生气，我妈就是说话直，没有别的意思。你想想，房子一直砸在手里多可惜啊！80万已经不少了，你就答应吧。好心，我这房子为什么租不出去？你们心里比谁都清楚。要不是你们在背后装神弄鬼吓唬人，到处造谣说房子有问题，我的房子怎么可能没人租？我看你就是房子租不出去急疯了，往我们身上泼脏水。兰兰，我知道我们之前有些矛盾，但你这个房子有问题赖不到我头上吧？行，你们要证据是吧？看好了。既然你都看见了，我也不装了。这房子我们住了大半年，按理说早就该是我们家的。现在我们还愿意出钱买，你就该感恩戴德烧高香了。你今天不卖也得卖，你要是不答应，我们天天来你家门口闹。你可以试试，大不了我这房子烂在手。你，兰兰，你又何必置气呢？这房子现在这种风评，烂在你手里也是累赘。主要是家里老人念旧，而且我们打算给弟弟买套婚房，你就卖给我们吧。对，我们是打算买这房子给儿子当婚房。你这房子名声已经臭了，这次不卖给我们，下次可就没有80万了。3天之后，你要是还不答应卖房子，哪一个客户我给你搅黄一个。小张，你来老房子一趟。沈总，明月小区那套301室预计拆迁赔偿款能有520多万。杨家还是不死心，想靠拆迁款翻身。我住的这套小区叫明月，郊区还有个小区叫明瑞。小张，你现在去帮我买一套明瑞小区的房子，就要301，越快越好。想占我便宜，那我好好给你们个教训。杨倩，那套房子我愿意卖给你们了。真的？你早该想通了，我们马上就过去。沈兰答应卖房子了，看来她还不知道拆迁的事儿。果然，还得是咱家在电视台的独家消息，这么一来一回，至少几百万入手。快走，先把合同签下来，再拖一会儿，沈兰可能就知道拆迁了。我就说嘛，你早晚得乖乖卖给我们，跟我们斗，你还嫩了点儿。兰兰，我们实在是太喜欢这房子了，你能想通真是太好了。既然你们想买，那就按之前说的，80万，要就签合同，不要就算了。不行，之前是80万，谁让你不卖？现在就值20万了。你说什么？我200多万的房子，你20万就想买？谁让你这房子名声烂了吗？现在除了我们，谁还敢买呀？兰兰，你别生气，我妈也是实话实说，你这房子现在确实不值钱了，20万已经不少了，20万绝对不行。哼，我告诉你，这房子只有我们家愿意收，谁要是敢买，我就让他一辈子不得安生。好啊，反正我早就给你们准备了一份大礼。妈，20万逼得太紧了，别为了这点钱坏了大事儿。这样吧，我再加点儿，给你50万，不能再多了。不行！50万除了这套房子，还有家里所有的家具家电，都得打包一起卖给我们。我这套家具带重新装修都得近30万，杨家这种人真是贪得无厌。行啊，我同意。到手了，沈兰，算你识相。我就说嘛，他早晚得答应，跟我们斗，他还嫩了点。我倒要看看你们能笑到什么时候。兰兰，我知道你不甘心，200多万的房子50万就卖了，但你不服也得服。你以前赢不了我，现在也一样。得意吧？等拆迁那天，我看你们还能不能笑得出来。小张，把准备好的合同送过来。怎么拉着个脸？心疼房子啦？
别磨叽了，快把合同拿过来吧。小张，合同拿来。沈总，这也太亏了，要不您再好好想想。是啊，200万的房子卖50万，要不算了。你一个破秘书，关你屁事儿！老板和客户谈生意，轮得到你在这指手画脚吗？我把话放这儿，今天50万你不签，明天就算你20万跪着求我们买，我们也不要了。行，我签。行了，301以后是你们的了。真的签了，咱家发达了！妈，小声点，别露了馅。既然合同签了，那我们先走了。演得不错，差点把我都骗了。还是沈总您厉害，我都快当真了。明瑞小区那套房子在郊区，还是二手房，也就值30万，咱们还净赚20万。等拆迁那天，有他们哭的。你们有钱买奢侈品买车，没钱还200万违约金，还没到还钱的最终日期呢，我愿意买啥就买啥。催什么催？我们家马上就是有钱人了，会差你这点钱？买吧，买的越多你们越绝望，就等拆迁动工了。可算拆了，等了这么久，终于熬出头了，500多万啊，咱们这辈子都不用愁了。妈，我拍个视频发朋友圈，让那些以前看不起我的人看看，我马上就是富二代了。你们在这干什么？我来看我家的房子拆迁，关你什么事儿？这没你的份儿。现在这房子是我们的，拆迁款也全是我们的。你现在后悔也晚了，50万就把这么好的房子卖了。我告诉你，沈兰，这套房子最少拆500多万，让你跟我们斗，这下输得底朝天了吧？你确定明月小区这套房子是你们的？哼，不是我们的还能是你的？合同白纸黑字写着，你把房子卖给我们了，你什么意思？难不成你还想抢我们的拆迁款？我告诉你，门都没有！请问你是301屋的房主沈兰吗？拆迁手续都办好了，拆迁款今天就会打到你的账户上。什么？凭什么把钱给他？我们才是301的户主。你们是沈兰吗？明月小区301室不动产登记的户主是沈兰。没错，我是沈兰。没错，我是沈兰。您自己看清楚，这上面写的是明瑞小区301，不是明月。什么？没错，我们有合同，我是沈兰，白纸黑字签了字，按了手印的。301是50万卖给我们了，怎么会是明瑞？姐，50万买明月的这俩字不是差不多吗？这根本都一样啊！你们自己看清楚，这上面写的是明瑞小区301，不是明月，不在拆迁范围内。就你们买的这套301，市场价也就20-30万，是不是被人坑了？明瑞小区301，怎么会是明瑞？姐，这俩字不是差不多吗？我看着都一样啊。明瑞小区在郊区10几公里外，全是70年产权的二手房，不在拆迁范围内。就你们买的这套301，市场价也就20-30万，是不是被人坑了？沈兰，你算计我！你们别血口喷人，我哪算计你们了？我要买的是这套拆迁的明月小区301，不是什么破郊区的明瑞小区房。你必须给我们一个交代，不然我们现在就报警，告你商业诈欺。合同上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你们花50万买的就是明瑞小区301。签合同的时候，小张全程在场，我家里的监控也录得一清二楚。想赖账？我的大别墅，我的豪车全没了。说起来还得谢谢你们，我不到30万买的二手房，转手卖了50万，净赚20万。沈兰，你找死！狗急跳墙了，你觉得我会毫无准备的来？没天理了！有钱人欺负普通人了，骗我们的血汗钱呀！我不管，拆迁款必须分我们一半，不然我们天天去你公司闹。你们故意把我房子的名声搞臭，50万想买市场价200万的房子，
是你们太贪得无厌。签合同的时候你们看都不看，我刚签完字，你们抢了合同就跑，怪谁？你个黑心肝的小贱人，早晚都报应！沈兰，我跟你势不两立。有本事你们就去法院告我，我奉陪到底。沈兰，该死！我早就说过，沈兰那个小贱人没安好心，你非不听，家里最后那10几万全给你了，现在就换回来一套郊区破公寓，你就是个丧门星！你个没用的老废物，只会马后炮，正事帮不上忙，还好意思说我？你敢这么和我说话？我是你爹！你们就花了10几万，我还拿了我老公30多万呢！要不是你和妈被沈兰算计的啥都不剩，我能上这个当吗？你个不孝女，还敢指责爹妈，我打死你！别打了，别打了，自己人打什么架？现在不是吵架的时候，赶紧想想怎么办吧。还能怎么办？先把这几天刷信用卡买的东西全退了呗。不行，退了要亏好多手续费，那都是血汗钱啊！爹，那车绝对不能退啊！刚提的新车，退了至少亏5万。现在都火烧眉毛了，越拖亏的越多，必须全卖。都怪沈兰那个小贱人，不得好死，早晚出门被车撞。老公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在这儿？我要是不来，还不知道你们演的这出好戏。我的钱呢？你不是说房子拆迁能拿几百万吗？我那30多万呢？老公，你听我解释，都是沈兰那个贱人算计我，不然早拿到钱了。我不管谁骗谁，我只认我的钱。你知道我是干什么？3天之内把30万还给我，不然有你们一家好果子吃。沈兰，都是你害的，我绝对不会放过你！别哭了，先回家，咱们从长计议。完了，全完了，欠债的把东西全拿走了，200万违约金，10几万信用卡，加上周阳的30万，这次是真的死定了。没完，咱们还有活路。咱们仓库里还有一批烂茶叶，就是沈兰当初不要的那批，低价卖了还能回点血，先撑过这段时间再说。茶叶，我有办法了，咱们可以往这批茶叶里加点科技，包装成沈氏的高端茶叶卖出去。就是沈氏的防伪技术做得太好，不太好弄。我想起一个人，他肯定有办法。周经理，有笔赚大钱的生意，不知道你干不干？你们还有脸来找我？我年薪几十万的业务部经理，现在天天风吹日晒送外卖，都是你们害的。周经理，你的事我听说了，但咱们现在过得这么惨，全都是因为沈兰那个贱人。现在有一个既能挣大钱，又能报复沈兰的机会，你干不干？你先详细说说。沈总，最近咱们集团的高端茶叶投诉突然变多了，好多客户说喝了之后上吐下泻，还说茶叶有股怪味儿。这是今天刚退回来的产品，这不是我们沈氏的茶叶，味道很像，但细闻刺鼻。这个防伪技术做得不错，肯定是公司内部人干的。小张，立刻去彻查所有接触过防伪标签的人。好的，沈总，我现在就去。这批烂茶叶稍微加点科技，再贴上沈氏的标签，就跟真的一模一样。成本才几块钱一斤，卖出去就是几百块，
一来一回几10倍的利润，真是赚翻了。不光咱们挣钱，沈氏的声誉也在往下掉。真想看看沈兰那小娘们现在急成什么样。别急，我早就给她准备了一个大惊喜。沈总，不好了！监察部门的人杀过来了，已经到楼下大厅了。慌什么？正好让他们亲眼看看我们的生产流程，省得外面乱传谣言。谁是这里的负责人？我是沈氏集团的执行董事沈兰。我们接到群众举报，你们公司生产的茶叶存在严重质量问题，近期还有上百起客户投诉，情况属实吗？属实，但市面上茶叶都是仿冒我们沈氏的假茶叶，不是我们工厂生产。不用解释，我们会亲自去生产车间和仓库查验。用仪器检查一下。队长，没问题，各项指标都在国家标准范围内。您看，我们沈氏做茶叶10几年了，从来不敢在质量上马虎，每一批茶叶出厂前都经过3次质检。沈总，这是今天新到货的一批茶叶，仓库那边催着入库，您赶紧签个字。今天应该没有安排新货入库啊。既然有新到的货，那就一起检测一下吧。队长，这批茶叶危害物质超标了20倍，是毒茶叶。沈总，这就是你说的严格质检，超标20倍，今天必须给我们一个解释。等等，刚才那个送货员呢？我姐这招也太绝了，先举报，再趁他们检查的时候把毒茶叶送进去，看沈兰的那小娘们这次怎么翻身。不对，刚才那个人的体型我好像在哪儿见过。您听我解释，这批茶叶不是我们工厂生产的。不管你有什么理由，检测结果摆在这儿，这次的检查结果我们会全网公开。从现在开始，沈氏集团立即停业整顿，所有成品全部封存，等待进一步调查。沈总，要是真停业整顿，咱们的合同怎么办？不按时交货有违约金的。先按要求停业整顿吧，其他的事儿以后再说。我先回家一趟。小兰，你快看电视，出大事儿了！本市知名企业沈氏集团生产的茶叶被查出危害物质严重超标，已有多名消费者饮用后出现呕吐、腹泻等症状，目前已有老人因此住院抢救。相关部门已发布公告，责令沈氏集团立即停业整顿。我们会持续关注此事，也提醒广大消费者切勿购买沈氏集团的任何茶叶产品。这次的事绝对和你们杨家脱不了关系，可惜我现在没证据，不然早就把你们一窝端了。小兰，你最近先在家避避风头吧，万一有人冲动伤了你可怎么办？不行，我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，出了这种事，我必须站出来。沈总，公司门口围了好多受害者家属，喊着要你出来偿命，还说要砸了公司。别急，你先稳住大家的情绪，立刻准备发布会，我会亲自跟大家解释清楚。我跟你一起去，多个人多个照应。你看这阵仗，沈兰的小娘们今天不死也得脱层皮。别急，好戏还在后头呢，我保证让她身败名裂，再也翻不了身。大家快看，他就是沈氏集团的董事长沈兰，就是他卖毒杀害了咱们的亲人。小兰，都流血了，咱们快走吧，别在这受这份罪了。妈，我没事。大家安静一下，我知道大家现在很生气，但市场上那些毒茶叶根本不是我们沈氏生产的。大家别信他，监察部门都发公告了，沈氏的茶叶危害物质超标20倍，他就是想推卸责任。我儿子喝了你们的茶叶，现在还在医院躺着呢，你赔我儿子医药费。我妈喝了之后上吐下泻，你必须给我们一个说法。大家放心，只要喝了沈氏商标的茶叶出事，我们沈氏都会承担所有的医疗费用，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，
我们一定会给大家一个满意的交代。沈兰这贱人还挺会说话，毒茶叶的事儿她还得背锅呢，用不着算。你干什么？放开我！原来是你们两个在背后搞鬼，今天我绝不饶了你们！跟我去警局！你个老东西疯了！赶紧放手，不然我对你不客气了！妈，快帮我拉开他！你个死老太婆，多管闲事儿！我打死你个多嘴的！小兰，快过来！就是他们害的你！妈，危险！再不走就来不及了。出事了！这里有人晕倒了！救护车！快叫救护车！妈，你坚持住，一定会没事的。小兰，我都听到了，茶叶的事是杨家母女害的，你一定要小心。妈，我知道了，你先别管这些，我一定会让杨家付出代价。病人本身就有严重的心脏病，这次情绪激动，头部受到撞击，情况非常危急，随时可能有生命危险。医生，求求你，一定要救救我妈，多少钱我都愿意出。我们一定会尽力的，有情况我会第一时间通知你。那老太婆还好没死，我还特意来看一眼，差点摊上事。兰兰，听说阿姨出事了，我们特意赶过来看看。这就是报应，谁让他女儿卖毒茶叶害人？哼，现在轮到自己家人了，活该！闭上你的臭嘴！有话好好说，打人可是犯法的。都是你们害的，毒茶叶是你们造的，我妈也是你们推的。饭可以乱吃，话可不能乱讲。你说毒茶叶是我们造的，证据呢？就是，你还是积点德吧，你妈还在里面躺着呢。等着吧，等沈氏破产，你妈连医药费都付不起，只能等死了。小张，立刻动用公司所有渠道，秘密收购市面上所有标着沈氏商标的毒茶叶，然后想办法搞到他们生产的地址。这次我要让他们彻底完蛋。沈总，我按你说的跑遍了全市的批发市场和网店，收了快300斤标着沈氏标的毒茶叶，但是杨家那边太谨慎了，每次都是不同的人送货，根本没摸到生产地址。来了，他们坐不住了。喂，是哪位啊？你是不是要大量收购沈氏的茶叶？沈氏的茶叶在南方卖的特别好，我愿意按市场价全收。明天凌晨2点，青烟码头，货给你放那儿，钱打我卡上。上钩了，走去青烟码头。沈总，都快3点了，他们不会不来了吧？不会，咱们再等等。都快点办，快点干完早点走，别在这耽误时间被人撞见了。是杨家人。小张，脸都拍清楚了吗？杨勇和刘素芬的脸拍得一清二楚，这下他们没得赖账了。好，你立刻把这批茶叶送到质检中心，我开车跟着杨勇的货车，看看他们的老巢到底在哪儿。应该是这里。环境脏成这样，还敢卖出去，喝了不出问题才怪。先找个地方躲起来。
正好有几件工作服。杨勇，先跟上他。这批货卖完，不仅能还清违约金，还能有不少剩余，还能买辆新车。之前的新车卖了，心疼死我了。等搞垮沈氏，咱们垄断本地茶叶市场，到时候买带花园的大别墅。周哥，你做的沈氏防伪标签跟真的一模一样，不然这黑锅还真甩不到沈兰头上。沈兰当初把我赶出去送外卖，我早就想让他身败名裂了。多亏了周经理，这批货卖完给你分30%利润。那批茶叶快用完了，再去进点烂茶叶，反正最后黑锅都扣在沈氏头上。该死，原来他们早就想好把脏水泼到沈氏身上。谁在那里？出来！不会是执法人员吧？咱们被抓了，可是要坐牢的。执法人员早闯进来了，8成是哪个偷懒的工人。该死，被气昏头了，没注意脚下。我就说没人吧，肯定是老鼠跑过去碰倒瓶子了，大半夜的折腾死人了。毒茶叶的事要是暴露，咱们全家都得蹲大牢，不能有半点马虎。走，去监控室调录像。吓死我了，差一点就被抓了。得在他们发现端倪之前出去。能有什么事儿啊？赶紧回去干活，这批货明天就得发走。快，搜索工厂，是沈兰，他混进来了。哪儿呢？这穿的不是咱们的工作服吗？你别认错人了。完了完了，让最不能混进来的人进来了。他是怎么找到工厂的？立刻封锁所有出口，把大门守住，一个苍蝇也不能放出去！快关门，有人闯进来了！快关门，老板说有人闯进来了！放心吧，老板，这门守死了，插翅也难飞。早就猜到他们会封锁大门，幸好附近有个下水道。这下证据确凿，我看你们杨家还怎么洗！一群废物，连个人都看不住，还是让沈兰跑了。工厂的事被他发现了，他肯定会报警抓我们的。慌什么？既然被发现了，咱们就先动手，把沈氏彻底钉死。沈总，你没事吧？昨天晚上我一直给你打电话都没人接，吓死我了。我没事。昨天那批毒茶叶的检测结果什么时候能出来？质检中心那边说最快明天下午就能出结果。不好了，沈总，杨倩带着电视台的人堵在公司楼下了，说要采访你。意料之中，他们坐不住了。走吧，咱们去会会他。哟，沈总还敢露面啊？我还以为你是属老鼠的呢，见不得人。总比某些人丧尽天良好。因为沈氏毒茶叶事件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，我们电视台的著名节目《市场红黑榜》打算采访你。这节目采访劣质企业家，我问你，你敢不敢上节目跟全国观众解释清楚？沈总不能去，这节目邀请的全是已经定罪的黑心商家，咱们只是停业整顿，去了就等于坐实罪名了。怎么，沈总这是害怕了，还是心里有鬼啊？正好借着这档节目洗刷冤屈。有什么不敢的？我答应你。好，有骨气。明天上午10点，电视台演播厅，我等着你上门。沈总，你太冲动了，上这种曝光节目等于往火坑里跳啊！合作商看到肯定全解约，解约就解约。经过这些事，我看明白了，沈氏必须转型。这种墙头草合作商走了是好事。你现在立刻去整理证据，码头录像、检测报告全部备好。明天节目上，我要彻底打垮杨家。好，我马上去办。什么？我妈醒了？妈，你醒了，感觉怎么样？疼不疼？不疼。小兰，你别担心，妈没事。妈，你放心，伤害你的人我一个也不会放过。妈相信你。
尽全力去做。沈氏集团毒茶叶危害民众健康，破坏市场秩序。明天市场红黑榜，我们邀请沈氏集团董事长沈兰现场曝光沈氏毒茶叶黑幕，敬请关注。杨倩，明天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。明天新账旧账一起算。各位观众，毒茶叶事件已经造成多人身体不适，严重危害公众健康。今天我们请到了沈氏集团董事长沈兰，现场回应所有质疑。黑心老板，还我们健康！毒茶叶害人精，必须严惩！沈董事长，我直接问你，沈氏集团生产毒茶叶这件事是否属实？不属实。市面上卖的所谓沈氏毒茶叶，全是仿冒假货。大家看，左边是毒茶叶，两边在品质上有肉眼可见的差距。但是这款毒茶叶之所以打着沈氏的名义畅销，是因为防伪技术和沈氏完全相同。沈董事，你还敢狡辩？监察部门已经去过你车间，在最新一批茶叶里查出严重超标有害物质，还发了通报，你还不承认？沈氏确实被查出问题，但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主持人杨倩。官方通告只说沈氏茶叶有问题，你是怎么精准知道出事的是最新一批茶叶？我也是听别人说的，业内消息。听谁说？那天出问题的茶叶是一个突然出现又逃跑的送货员送来，这就是那批问题茶，根本不是沈氏生产。而最新一批出事这个细节，只有我和执法人员知道。你一个电视台主持人是怎么知道？还是说你和这批毒茶叶本来就有关系？这主持人不对劲儿啊！他一个主持人是怎么知道内部消息的？我是通过台里的私人信息渠道知道的。我们做媒体的本来就有专属消息源，这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？私人信息渠道具体是哪个渠道？是监察部门的内部渠道吗？你说清楚！你少在这里胡搅蛮缠！执法部门的公告加证人证词，再怎么狡辩也改变不了事实。大家千万不要被这个女人的花言巧语骗了。我之前亲自走访过一位沈氏集团被辞退的经理，他亲口指认沈氏长期使用劣质毒茶叶生产牟利。这位经理因为仗义直言反对黑心交易，被沈兰恶意开除，现在只能送外卖维持生计。真是丧尽天良！这种企业就该彻底顾查封！你居然还在这里撒谎狡辩！严惩毒茶叶幕后黑手！证人证词八成是和周浩勾结在一起了。大家先冷静下来，我接下来说的每一句话都有证据可以证明。沈氏集团最近只辞退过一名经理，是因为他收受贿赂，多次严重损害公司利益才被开除的。大家看清楚，这些是他收礼记录、损害公司利益的调查报告、公司正式处罚文件，证据确凿。这种道德败坏的人根本不是什么仗义直言的勇士，而是彻头彻尾的败类。这位周经理被开除直接原因是因为私下收了2位茶农的贿赂，想方设法逼公司收下烂茶叶。那2位老茶农就是杨倩的父母。沈氏这事我关注过，杨家根本就不是好人，这主持人明显就是恶意报复，自己家干坏事反过来栽赃别人，太不要脸了。沈兰，你怎么这么恶毒？就不能老老实实被我踩在脚下吗？我父母的事早就道过歉了。另外，我所说的证人根本不是他说的那位经理，我只是主持人。沈总没必要一直针对我吧？咱们今天的目的是毒茶叶问题，请沈总正面回答，别扯无关的事。我的正面回答就是，沈氏集团和毒茶叶事件没有任何关系。我愿意相信沈总，但沈总敢不敢证明一下，让技术人员再检测一次？他到底想干什么？有什么不敢的？这次咱们不去车间，车间是沈氏的地盘，咱们派人直接去沈氏的茶园，从源头查验。可以。沈兰，你终于上当了，这次我看你往哪儿跑！请大家稍等片刻，我们会在演播厅向大家公布实时情况。看来工作人员已经到了沈氏集团的茶园了，全国观众都在看着。现在我们就在沈氏茶园源头取样，绝不作假。报告，样本中检测出危险物质严重超标，数值远超国家安全标准。大家都看到了，源头就有毒。沈兰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全网直播见证，沈兰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原来毒茶叶源头就是沈氏，太黑心了！那他还一直狡辩，是沈氏所有产品让他破产，还想拉无辜的主持人下水，我看他就是想浑水摸鱼。昨晚发现沈兰来过工厂后，我就让杨伟偷偷去茶园动了手脚。这次全网直播，我看你沈兰死不死！沈董，我是相信你的，可事实摆在眼前，为了利益伤害这么多无辜的人，你良心不痛吗？和我又没关系，我良心为什么会痛？沈兰，你这是承认了吗？我还是那句话。沈氏集团自始至终和毒茶叶事件没有一点关系，证据确凿，你还不承认？昨天晚上我这茶园来了一只老鼠，已经被工作人员抓住了。我昨天从工厂逃出来就猜到他们会狗急跳墙，早就提前在茶园布好了监控和埋伏。姐救我，快救我呀！昨晚凌晨，
这个人潜入我沈氏的茶园下毒，被我的员工们当场抓获。而这个人就是杨倩的弟弟杨伟。下毒的居然是杨倩的弟弟，怪不得他非要来茶园检测，原来是早就安排好了，太恶毒了，自己下毒栽赃别人。我不认识他，你们别听他胡说。你不承认也没关系，反正这个人的监控录像和作案工具都在，犯罪事实确凿。如果没人管他，他马上就要面临牢狱之灾。姐，你快救我啊！我不想坐牢，我是杨家唯一的独苗啊！你不能不管我。这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白痴，我不认识他，他就是你沈氏花钱雇来的演员，故意栽赃陷害我。看着不像演的啊，那男的哭成那样了。就是，要是雇来的，哪能这么拼命喊姐？沈兰，你个挨千刀的贱人！要是敢动我儿子一根手指头，我今天就死在这儿！小倩，快救你弟弟啊！你是他亲姐姐，你不能不管他啊！爸妈，快救我！我真的不想坐牢啊！我还没娶媳妇呢。完了，都完了。行啊，演员都到齐了。小张，把 U 盘插上，给全国观众看看好戏。这段视频是我伪装成批发商时拍的，在码头给我送货的就是杨勇和刘素芬。沈兰，你个卑鄙无耻的小人，居然偷拍我们！放开我！你们放开我！沈兰，我跟你没完！别急，这才刚开始，好戏还在后头呢。这生意太挣钱了，1斤烂茶叶成本才3块钱，贴个沈氏的标，转手就卖380。等把黑锅全扣在沈兰头上，咱们就拿着钱去海南买海景房。放心，没人会怀疑到咱们头上。那些喝出毛病的，死了也白死，没人会管的。太没人性了，为了钱连别人的命都不管。你还是个主持人呢，心怎么这么黑，简直丧尽天良！把他们都抓起来，送进监狱坐1辈子牢。这也不能证明毒茶叶就是我们家的，我们家只是生产，都是沈氏集团授意的，是沈兰逼我们干的。这里有2份检测报告，一份是昨晚在码头截获的毒茶叶样本，另一份是杨家想跟沈氏签收购合同的茶叶样本。结果显示，去除添加的科技，2份茶叶100%匹配，这足以铁证市场上所有流通的毒茶叶全都是杨家生产制造的。抓起来，把他们送去坐牢，让他们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沈兰，你个挨千刀的，你不给我们活路，你以前那么帮我们家，就该一直帮下去。就是，你那么有钱，帮我们一把怎么了？非要赶尽杀绝吗？我还不够帮你们吗？送合同减房租，你们是怎么回报我的？你们造假，陷害我做毒茶叶，煽动全网舆论想搞垮我，我报警了，你们应该付出应有的代价。沈兰，我错了，我真的错了，看在以前咱们闺蜜情分上，饶了我这一次吧。我以前就是瞎了眼，才会对你们这群白眼狼这么好。你们害我，我可以忍，但你们不该牵扯我妈。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不知道阿姨会变成那样。你放过我吧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求我没用，等着法律的制裁。你这个没用的废物，整天吹自己是大主持人、大主播，现在全家要坐牢了，你一点用都没有。都是你出的馊主意，非要搞什么毒茶叶栽赃沈兰。现在好了，全家都被你害死了。为什么？妈，咱们不是一家人吗？你为什么要这么说我？你就是个赔钱货，当初就不该让你去上什么破大学，不如早点嫁出去换20万彩礼。你们从来都只偏心那个废物，他从小到大什么都不会，你们却把所有钱都给他。我考上全国顶尖的大学，你们连学费都不肯出。我大学4年每天只吃清水煮白菜，活都活不下去。要不是沈兰处处帮我，我早就……沈兰曾经是我最好的朋友啊，她那么真心待我，我为什么要因为那点可笑的嫉妒就把她害成这样呢？你个畜生！我生的就是对你最大的恩情了，你个不孝顺的白眼狼！沈总，饶了我们吧，所有事儿都是杨倩一个人干的，都是他指使的，直播栽赃，往茶园投毒，生产毒茶叶，全都是他的主意。就是，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，要抓就抓杨倩，别抓我们。难怪你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出生在这样的家庭，真是一点都不奇怪。原来你们从来没把我当做一家人，杨家只有你们2个和杨伟。都给我去死！杨倩，别执迷不悟，动了刀子性质就完全变了。你现在收手还来得及。好女儿，快跑！拿着咱们赚的钱跑出国，妈永远支持你。你是咱们家最有本事的，赶紧跑，别被警察抓住。我懂了，我变成今天这样，根本不怪沈兰，怪的是你们杨家劣质的基因。你们一家贪得无厌，嫉妒心强，这种垃圾基因根本不该存在这个世上。杨倩，你要干什么？我们可是你的亲生父母啊！我没有你们这样的父母，你们从来只把我当利用工具，有价值就舔上来，没价值当做垃圾丢掉。你们都去死吧！沈总，快跑！杨倩伤人事件已经过去很久了，杨家所有人都得到了他们应有的惩罚。杨倩因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、杀人未遂罪、
数罪并罚，被判处无期徒刑。周浩在工厂被人赃并获，因违反了食品安全罪，被判处5年有期徒刑。杨勇被人持刀刺中中枢神经，终身瘫痪。杨伟因为把父母推去挡刀，受伤不重，但受了严重刺激，精神失常。直到最后，他也没提过杨倩一句，从来就没把她当过家人。沈兰女士吗？接到医院的消息，刘素芬醒来后逃离了医院，我们来向你询问一下情况。什么？刘素芬跑了？我们调了医院的监控，刘素芬凌晨3点翻窗逃走的。她身上没带钱和手机，肯定还在市区。她对你恨之入骨，唯一的目的就是找你报复，所以想请你配合我们布控，正常上下班以她主动现身。他都已经家破人亡了，居然还不死心。沈总，这太危险了，您这几天在家办公吧，公司的事我来处理。躲得了一时，躲不了一世，我配合你们，早点把他抓住，也省得他再伤害无辜的人。谢谢你的配合，我们已经在公司所有出入口和周边布了便衣，全程保护你的安全。沈兰，我杀了你，是你毁了我全家！刘素芬，你现在放下刀子投降，还能从轻处理。从轻处理，我老公瘫痪，儿子疯了，我什么都没有了，我要你给我陪葬！沈兰，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！刘素芬，你因涉嫌故意杀人未遂，现在正式逮捕你。沈总，好消息！这次直播事件之后，咱们沈氏圈粉100万，全国各地的订单暴涨了3倍都不止。还有之前那些跟风跟咱们解约的公司，哭着喊着求重新合作，说愿意提高分成比例。不用理他们，当初落井下石的时候有多狠，现在求人的时候就有多虚伪，以后永远不合作。好的，沈总，我知道了。还有事儿，直说。监狱那边刚才打来电话，说杨倩申请见你一面，说有话想跟你说。行，安排一下。我以为你不会来，有话直说。上学的时候你长得漂亮，家里有钱，所有人都喜欢你。我跟你站在一起，就像个没人注意的影子。明明你一直帮我，给我交学费，给我买衣服，可我就是控制不住的嫉妒你。我当初只是单纯想帮你，没想到好心当成了驴肝肺。沈兰，对不起。你确实对不起我，但你更对不起那些买了毒茶叶、身体受到伤害的普通消费者。我知道，我不求你原谅我，只求你一件事：我那些卖毒茶叶赚的钱全都存在银行里，求你帮我把这些钱全都补偿给那些受害者。好，我答应你。谢谢你。这一切都结束。